就可以了。你原车回去吧。好。哎，你小心啊！少谦，我回来了。少谦，少谦，你是生我的气了，对不起啊。笑。怎么了？笑得比哭还难看。刚才跟人送别的时候，对着人家笑得多么自然。再笑一次给我看看。笑不出来。也许你去看你舅舅最后一眼的时候，你就会笑出来了。害怕，还是愤怒了？恨不得把我杀了是吧？回你自己房里，我要睡觉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没事。丁管家，哎，丁管家，啊，给古医生打电话，快！哦，老马呢？老马，我让他帮我买东西去了，我这就打电话让他马上回来。不管了，车钥匙给我，快！好的。你开慢一点，疼。活该。清流啊！哎呀，怎么伤成这个样子啊？他需要局部麻醉，马上送手术室。
怎么样？还疼不疼啊？顾医生，他没什么大碍吧？有2个伤口被刀刺得很深，万幸啊，没有伤着神经，其他的都是些皮外伤了。我的意思啊，还是留在医院里观察2天吧。如果不想住院的话，那起码也要观察1个小时。等麻药的劲儿过去以后，没有什么大碍，就可以出院了，好吧？我要住院，我要住院。莫先生，要不……莫先生，丁管家，我去照看一下莫先生。好的，顾医生，那就让他住院吧。莫先生，您今晚就在客房休息吧，我马上把您的房间打扫干净。老马，明天早点过来，我给童小姐送些换洗衣服过去。他不想见我们，还去干什么？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对不起，那天我在医院发了一下脾气。是我害你受伤的，冲我发脾气也是应该的。来，帮你挑件衣服，配我去年送你的那条宝石项链。莫先生，您的位子已经准备好了，客人已经到了，里边请。好，谢谢。客人，你从来没有带我见过其他的朋友啊？严格来说，他不算是我朋友。坐。同学，莫先生，可以上菜了吗？可以了。这就是我在家里跟你提过的餐厅。从这里望出去，夕阳的景色是不是很漂亮？这里跟我在去年爬珠峰的时候看到的景色相比，简直不值得一提。
想去洗手间。你也该玩够了吧？下个月开始回公司实习。我已经跟何姐说过了，她会派人跟着你。下个月不行，下个月我约了登山协会的朋友，我要去爬山。爬山？你记不记得去年你在珠峰登山的时候所受的伤？你这样做是对董事会不负责任的。有你对董事会负责任已经足够了，莫总。而且以莫总别具一格的处事手段，在远东集团稳如泰山吗？你别以为惹我生气了，我就会放任你去不务正业。我告诉你，不管你有什么借口，下个月开始，马上回公司实习。到时候再说吧。你刚刚不是说要去洗手间的吗？去吧。谢谢。吃吧。你也请。岳飞，实习的事情好好考虑一下吧。行了，姐夫，你费尽心思的想让我回去，可是我回去之后，我站在哪一边？我是站在我爸这一边，还是你那边？你姓穆，当然是站在你爸那边了。你还真不把我放在眼里。我可不可以跟他去说一句话？随便。谢谢。我想求你一件事。不要告诉叶莹，对吧？放心。谢谢你。莫先生，童小姐回来了。今天晚上你就不用过来了，回你自己房里吧。对不起，这种错误我不会再犯第二次了。这样的蠢事，我也不打算给你处理第二次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如果我知道他是你小舅子，我就会离他远远的。你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要用这种办法？我不这样做，他就不会知道你是我的女人。那你就不怕他告诉你老婆？你就不怕你老婆像对付苏珊珊一样的对付我？我怕谁呀？我不怕穆振飞，我更不会怕你那个初恋男朋友。如果你们再敢见面的话，我会让你们都不好过。
小沈，是你，真的是你来过。明天我就搬走，要么跟我离婚，要么我们就痛苦一辈子。我生气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你好过的。姐，这个男人不爱你，你不会信，非得让他爱上我。如果我不曾真正拥有过，为什么会害怕失去？你别碰，谁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真的。不，我不是那种女人，我不是那种女人。你要出去啊？我要去上海谈个合约。那我今天可以去上班了。我下午就回来。哦，那我今天不去上班了。下班以后，跟我马上回家。好的。好好保护可爱。好的。月莹啊，你回到公司了吗？还没有呢，你刚出院就去公司了呀？没事，那我不回公司了，我先去工地看一下。好，晚一点工地见，拜拜。
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昨天晚上在小花园，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，可能有点着凉吧。好吧，本来想让你帮我办点事情，算了，我自己来搞定吧。啊，那你就好好休息吧。那我也再睡一会儿，然后我醒了给你打电话。回头我有事要跟你说。怎么样？胃没有问题，这个肺问题也不大啊。不过我给你重新安排了一次检查。明天吧，我待会要出去。不行，先做检查。又是检查，每天检查哪有那么多检查？是啊，我的责任就是天天检查你的五脏六腑嘛。哎呀，我约了个朋友，我吃完午饭就回来，要不然我马上出院。不行，你得乖乖的给我在这儿做检查。我可以保证中午你去赶上这顿饭，要不然你就马上给我出院，再也别回来。您好，请问您几位？不问。您需要包厢还是大厅？干脆我们离婚吧，你也别跟我闹分居什么那一套的。儿子都18岁了，你现在告诉我我们合不来，哼，什么鬼话！正因为儿子已经18岁了，我才不想让他看见我们天天在吵架。从长爱闹都是你。既然谈不拢，我们离婚算了。行，离就离吧。少谦，包厢吧，安静些。好的，这边请。玉莹，走，去吃饭了。啊，你先去吧。喂，怎么样了？好，我现在马上就下去。哎，你，哎呀！说，为什么跟踪我？喂，怎么样了？我已经锁定目标了。好，我现在马上就下去。啊！哎呦！别打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说，是谁让你跟踪车的？我没有，你们认错人了。没有，没有。明爷，搜他的相机。里面都是我的照片，你还狡辩？你一直都在跟踪我，偷拍我。放停！哎，别！我不是坏人，我是个摄影师，我想拍本美少女写真集。美少女写真集啊！我把你打成一个臭肥猪！别打了！我说，我是一个侦探。侦探。
怎么了？怎么啦？亨利，我是穆振飞。我告诉你，你完全跟错了对象。那个刘月莹不用再查了。喂，喂，是穆振飞指使你的。穆振飞。月莹啊，我先不去工地了，你吃饭了吗？没有吃，我过来找你。同学，我吃不下。你怎么了？你哭了是不是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快告诉我呀！你好，陈经理，有位女士在包厢等您。知道了。大嫂，老陈，大嫂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我早就不是你大嫂了。可你还是少谦的母亲。是吗？原来是这样，难怪。我先见你，是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。谁呀？一个叫同学的女孩子，认识吗？我真的不认识啊。她是童文斌的女儿。是吗？她跟我儿子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没听过少谦说过她呀。他们俩根本就不认识吧？我知道你在骗我。为什么要瞒我？10年前大哥刚死，你就选择离开少谦去了德国。10年，你知道少谦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他一个人苦苦支撑着。现在一切都过去了，他也长大成人了。你当年既然选择离开他去了德国，现在干嘛回来要干涉他呢？当年他父亲走的时候，我曾经有劝过他，让他放下一切，跟我回德国。从头开始，我也劝他不要接受漠视的条件，不要出卖自己一生的幸福。可是他选择留下，我不得不尊重他的选择。但是就像你说的，作为一个母亲，儿子的事情，我能不干涉吗？不管那个女孩的父亲曾经做了什么，那个女孩是无辜的。我现在必须要知道。我儿子对那女孩做了些什么？我只见过他一面，是在一个饭局上。当时少谦装着不认识他，其实我看出来他们早就认识。就这一次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看来你知道的比我还少。你还知道什么呀？我就是弄不清楚，所以我回来了。谁啊？来了来了！你干嘛呀你？你老实说，你到底认不认识这个人？我倒来看看，是不是他们冤枉你？你先别激动，给我2分钟时间。你来。月夜，你放心，今天我一定会给你讨个公道回来的。你到底跟他们说了什么呀？我没有，我就跟踪那个女的时候被他们递了个正着，他们要报警，我只能说我不是坏人，我是个侦探，我真没有把你说出来。
你自己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，他们才发现你的。真行啊你！我让你去查一个人，你竟然能搞错对象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两个互不相欠，你永远不要在我的面前出现。哎，不是，哎，我完全搞错了什么？闭嘴！不关他的事，他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。先让他走吧。走。对不起啊。这一拳不是帮月英打的，这一拳是帮我自己打的。赵高兴有眼无珠，竟然会认识你这样的人，还把你这样的人当成好兄弟、好朋友。穆振飞，我根本就没想到你会是这种人，我还把你当铁哥们。月英这么好一个姑娘，你竟然怀疑她是不三不四的女人。你为什么要查我？我是帮一个朋友查的，你们都不认识。我不认识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其实昨天我已经知道了，是搞错人了。我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那个侦探不要再查下去。穆振飞，枉费我这么喜欢你，可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轻视我？月英，不要再骂他了。同学，月英，不要再骂他了。不关他的事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闭嘴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才闭嘴呢！你凭什么对他大呼小叫的？你心里变态啊你！你以为你可以对所有的女人都大呼小叫吗？穆振飞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从今以后，咱们谁也不认识谁。月英，月英，我不揍你对，我解不了心里这口气。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，学长，不要再打了，你快去追月莹吧，我还有些话要对她讲，她一个人我不放心啊。去啊！哎。我可以进去坐一会儿吗？进来。喝水。我想向你说声谢谢。谢谢你刚才没有揭穿我的身份。不用谢，我答应过你不告诉月莹的。昨天晚上回来之后，我想了很多，想了姐姐，想了姐夫，我还想了总之我想了很多很多了。之后天就亮了。一夜没睡，困得不行，就爬到床上去睡了。侦探的事早就忘到脑后去了，一直到你们过来把我吵醒。要是早一点说，就没事了。可偏偏还是迟了一步，让月莹伤心了。那月莹和她的照片，我骗你的，那照片不是我拍的，是那个侦探给我的。原来一开始他就搞错了对象。那天，你的手机砸了我。其实你想砸的人是……你的意思，是我故意用手机砸了刘月莹，然后误伤到了你？我有那么狠毒吗？那是个意外，却没想到会伤到你，让我们遇上，也是注定的吧？是啊，是注定的吧？也注定了我们不能成为朋友，很可惜。好了，我该说的都说完了，我不打扰你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不会再来打扰你了。不再见了。哎，能帮我煮碗面吗？
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少谦的？明天吗？那个女孩哦，就是童明的女儿，你见过她吗？见过，在你想也想不到的情况下。陈经理，什么事儿？莫先生来了。他不是去上海了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坐哪儿啊？他就坐在他平时坐的地方。大概是注定了，我们母子要早一天团聚。走吧。少谦，你不是去上海了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哦，那边那个合约有些细节要修改，我明天再过去。我听他们说包厢里面有客人呢，看来你是福将啊，第一天上班就招来客人了。这客人不是我招来的，是你招来的。妈，儿子啊，别来无恙吧？妈，你还是那么年轻啊。可是我儿子却憔悴了。哦，你们母子难得相见，你们谈。你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为什么要跟我姐夫在一起啊？是因为钱对吧？随便你怎么说吧。其实你不是这样的人，如果只是为了钱，你专心伺候好他就行。为什么还要打工呢？而且还不是那种玩玩而已，是非常卖力气的去干。刘月莹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连她都没有告诉我，憋在心里很难过吧？既然我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，你说说又何妨呢？既然我一直忍住没有跟任何人说，现在也没有必要跟你说。如果你是因为好奇，那请你收起你的好奇心。我只想说的是，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不怨任何人。或许我可以帮你呢。儿子啊，我们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？3年前，我去维也纳出差，你特地过来看我。已经3年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回来也不告诉我？听老陈说，你对这间餐厅情有独钟，为什么？我和你爸离婚的事儿，你到现在还没办法释怀。你不是从来不想提起这件事的吗？怎么今天反而主动提起来了？我不提，是因为我认为过去已经过去了，人应该要往前看。可是到现在我才知道，我儿子不但没有往前看，心里的结反而缠得更紧了。妈，你还没有回答我，你怎么回来也不告诉我？因为我想先弄清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到底对童文斌的女儿做了些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在给我的电邮里第一次说出了他的名字，我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可你后来再也没有跟我提起过他，直到上个月，你又再提起他，你说是他欠你的，这笔债应该由他来偿还。我追问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你却又绝口不提了。
所以我想，我必须回来了。我没有对他做过什么。是吗？那么上个礼拜，不是你把他弄得一身伤的吗？古医生是你爸的至交，你当然会把他往古医生那送。正好那天我刚回来，也到古医生那做常规体检，就这么碰上。当然我没告诉他我是谁。他怎么说我？我问他，那个人是你男朋友吗？他说不是。对啊，我的确不是她男朋友。那么你是他的谁？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他？既然你回来是为了他，就算你们没有在医院碰上，你也会千方百计去找他的吧？如果你认为我回来是为了他，那你就错了。我回来是为了我的儿子，你要报仇，你要不择手段的拿回失去的一切，可以，都没问题。可是你如果把仇恨发泄在一个无辜的女孩身上，那你就走偏了。我不能看着我儿子一条歪路走下去。妈，我跟他之间的事，请你不要问，也不要管，好不好？你想我不管不问，我当心将来后悔的是你。妈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没有，有点头疼。这儿怎么到处都是这种花呀？这花的香气太霸道了，真让人受不了。那我们走吧。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不要再问了，好吗？你不是一直很想知道我和你爸是为什么离婚的吗？是，我是一直都很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分开。我问过你很多次，可你从来不肯告诉我。如果今天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真的很想知道。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你是怎么盯上这个女孩的？儿子，告诉我，妈想帮你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不过不是想让你帮我什么。你应该知道，是没有人能够斗得过他的。是吗？我一直有一个疑问，也许你能够给我答案。好啊，如果知道答案的话，我一定告诉你。不过为了公平，你要先回答我的问题。的确很公平。大二那年，我父母车祸过世，舅舅把我接到了家里。舅舅家境只是小康，还有个女儿也要读书。我于是到了一间餐厅打工，想挣点学费。来了，那我去给您倒杯水吧。餐厅里的人都知道这个客人，因为他每次来，一坐就是大半天，除了点单和买单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他总是很安静，一动不动的，安静的好像根本就不存在，却又让你每一分、每一秒都感觉到他的存在。他不常来，大概每个星期才来一次。后来我知道他是个商人，要东奔西跑，到处出差。一开始，我并不知道，她就是童文斌的女儿。服务员，干嘛不理我？服务员，先生您好。你们什么服务态度啊？喊你们干嘛不理我？对不起，可能他在忙。您有什么事啊？
你们什么餐厅啊？昨天太咸了，今天太淡了，咖啡还是苦的。不好意思，我马上给您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哎，您的咖啡凉了，要不要给您换一杯？好。好，马上给您换。那个人挺讨厌的，其他服务员都不理他，只有你一个受得了。没事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没事儿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啊，没错，这是你父亲生前经常挂在嘴边的话。我爸是白手起家，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到处遭人白眼，我看着就很生气，很难过。可爸爸还是会笑着跟我说：“小千，没事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”后来他生意做上去了，发达了，这句话还是经常挂在他嘴边，可口气已经不像从前的委屈、忍忍，而是扩大。没错，这就是我的爸爸。他也忍得太久了，忍了10年。他忍了10年。你不知道他家里的事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没问过，他也不会说。我宁可对他一无所知，尤其是他的太太，我假装不知道，他是个有妇之夫。这样的话，我才不会觉得自己有那么的脏。然后呢？后来，那个客人突然不来了。本来他几乎是天天来的。过了没2天，我才知道，他把那个餐厅买下来了，而且命令不准招待那个客人，不做他的生意。他是那个餐厅的老板？是。那他买下那个餐厅，是为了你吗？是为了我吗？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。他怎么可能是为了我把餐厅买下来呢？魏先生可以了吗？我凭什么呢？可能他是太有钱了，也许他太讨厌那个胖子了。你竟然把整个餐厅都买下来了？我有钱啊！如果你没跟我说刚才的事儿，我还以为你买下这餐厅是为了我和你爸的事儿。有一半是为了这个原因，另一半是为了他。怎么可能？我是为了我自己。我不喜欢我经常去的地方有那么一个讨厌的人在。难道没有一丝一毫是为了他？你以为我喜欢他呀？像她那种个性那么好的女孩，一般来说很容易被男人喜欢的。像你说的，像她这样的一个女孩，一般的男人都无法抗拒。就算我是喜欢她，那又怎么样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就是过眼云烟吗？你真的对她没有好感？对，我承认，她的确是有一种让人很舒服的感觉，永远脸上挂着笑容，但同时又很安静，安静的让你几乎不会察觉到她的存在。可当你需要她的时候，她就会出现。当你咖啡凉了，她就会过来问你要不要换一杯啊？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会及时跑过来，问你是不是要结账，仅此而已。你到现在还是这家餐厅的老板？一直都是。难怪还没关门大吉，原来幕后大老板是莫总。其实啊，这餐厅的生意真的不怎么样，这几年来
我一直在亏本。你竟然肯做亏本生意？你知道风信子是什么花吗？那种花，花香气味浓烈，不是太多人能接受得了的。就像它一样。那你有知道风信子花的花语吗？我没兴趣知道。好吧，那然后呢？然后，日子很平静的一天天过去，他忽然没有再来了。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来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是1个月。因为月头正好是我父母的忌日，就在过了我父母忌日之后，他就消失了。到了月底，他又出现了，然后他约我吃饭，我不敢答应他，便婉转地推了。过了1天，经理忽然说餐厅需要装修什么的，要关门1天。到了晚上又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回来打点一下。然后你当晚就回去了，结果发现1个人都没有，只有他1个人在等你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他的行事作风总是出人意表，相处多了，也不难摸清他的套路。你果然很了解他。人与人之间，不应该多些了解吗？我不了解他。怎么样？不喜欢啊？我怎么会不喜欢呢？但是什么？虽然我不知道这条项链有多贵重，也知道有钻石镶着，一定不便宜，但是一个男人送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就是再笨也明白。那你怎么说？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女孩，面对这样的诱惑却不动摇。换作是我，说不准马上就跟你跑了。你是终于知道了他的身份，才准备出手的。是。其实我很少来这里出差，但是只要我有时间，我就会来这里。而且我会做2件事：第一，就是来这个餐厅坐一会儿；第二，我一定会去他父母的墓地去看一看。
他们出卖父亲，害死父亲。即使他们已经死了，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，也要让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我。然后，你就马上去查他的身世了。是。当时的心情怎么样？很失落。什么意思？你在挣扎什么？我没有挣扎什么。你知道她是童云斌的女儿，却一直犹豫，终于等到1个月后才出手。这段期间，你在挣扎些什么？因为你发现了她的身世，终于找到了报仇的对象，可你心里里明白，她是无辜的，是吗？看来我儿子还没有那么坏。最后是什么刺激了你？当我发现了他的身世之后，我开始失控，每天监视着他，什么都不做，只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装好了？好。回家了啊？你说的对，当时我还不知道该拿他怎样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看见了她和男朋友在一起。你是因为看见她和她男朋友在一起，所以你嫉妒？带我走，带我走啊，少山，少山。不是。你爱上他了是不是？不是。那是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受不了，他还能活得那么开心，既然我一辈子都不能幸福，那凭什么他就能幸福？那为什么这里摆满了风信子，连餐厅的名字都改成风信子？风信子代表什么？爱情、嫉妒、悲伤、怀念，还要赌注。你口中的莫少谦，对我来说还真是有点陌生呢。可是他是用什么手段把你弄到手的呢？对不起啊，我说话有点重。无所谓。整件事情本来就很肮脏。那顿晚饭之后，我就辞掉了工作。他也没有再打过电话给我。我以为整个事情就这么结束了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家里的气氛开始变得不对劲起来，就连平时活泼可爱的表妹都一反常态的沉默下来了。
以后的周六周日，我都去他家给他的女儿补习数学。我送你的那个小狗还在吗？在。我给它取名可爱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你没有跟我说过。可爱，可以爱的话，不要去恨。妈，如果你知道我用什么手段去得到他的话，你就会知道我没有爱上他。你爱一个人，绝对不会用这种手段。请问您是？你好，我是同学，我是来给汪叔叔女儿补习的，请进来。莫先生，童小姐来了。进来吧。谢谢。很准时嘛。来，吃点点心吧。怎么是你？你辞了职，我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，那我只好另外想办法了。汪叔叔跟你是一伙的。我很感激他帮了我一个大忙。莫先生，我以为我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根据刑法第383条规定，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以上的，处10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没收所有财产；情况特别严重的，处死刑，并处没收所有财产。数数那些零，估计你舅舅这下半辈子都要在牢里面度过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我也想通过正常的方式来追求你。但是我没有想到你那么清高，而且我这个人非常没有耐心，我不想浪费时间，你也不值得我浪费时间。事情很简单，只要你给我想要的，我保证这些证据都不会出现在反贪局。丝都是复印品。丝不够，我这还有呢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，我说话不喜欢说第二次。我现在就给局里的朋友打电话。不要！我不想再说了，我真的不想再说了。他舅舅的罪证是真的吗？有必要伪造吗？他父亲是个卑鄙小人，他舅舅也是。有个这样的父亲和舅舅，真难为这孩子。有我这样的一个儿子，你也很失望吧？有你这样的儿子，我这做母亲的难辞其咎。不要用这种可怜的眼光看着我，这一切我无从选择。其实，我也可以不管舅舅的死活，可是我做不到。你舅舅知道吗？不知道。
我想，他做梦也想不到，他的那个朋友是那么坏的一个人。我也不想让他知道，他是我唯一的亲人。你自己有什么打算？如果他一直不肯放你走，你怎么办？不会，他总有一天会放我走的。怎么说？他不过是拿舅舅来要挟我，只要舅舅不在，他就什么都不是了。我会把舅舅他们都送走，只要他们愿意，我会把他们送出国。你是说去移民？那需要很多的钱啊。他心情好的时候，就会送我戒指、项链什么的。他那么有钱，送我的东西都价值不菲。我也不会装清高，他送给我，我就收下。等我凑够了钱，我就偷偷的把戒指、项链都卖掉，然后把舅舅他们都送出去。前2个月，他送了我一只很大很大的红宝石戒指。可是那天发生了一些事，我很生气，没有收下。之后还后悔得不得了。不过还好，最后那个戒指落在了我舅妈的手里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想再说了。反正到了那一天，我把舅舅他们都送走，我就会离开他。如果他肯放过我，我会感激他；如果他不肯放过我，那就同归于尽吧。真没看出来，你也会深谋远虑啊。当你跟着一个魔鬼生活了2年，你多多少少也会学会一些手段吧。你会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？我为什么要说出去啊？谢谢你。那你心里到底有什么疑惑呢？